大家好，潮湿的土壤经过一天曝晒后呢，原本的黑土脱水后就变成灰白色了。这在一般水田的土壤非常常见哈。日前呢，有人只看到土壤干掉变白死的状态了，而觉得这土壤养分极低，不适合进行耕作哈。其实这是良好的水田。刚好有机会拍摄到，就顺道进行回应了。而如果真的很喜欢黑色的土壤颜色呢，增加土壤的有机质，算是很有效的办法。而这只小狗惊惊哦，感觉对于左侧的菜床很有意见，似乎把它认定为自己的狗床啊，老是在旁边叫哈。现场是可以听而不见啊。但是剪辑影片的时候呢，一直听到叫声哈，深深觉得耳朵比手酸多了，于是就先保留左侧，从右侧做起啊。右侧简单清除一下，堆放小杂草区，只曝晒一天的时间呢，土壤脱水的状态还非常有限。由于据说要下雨了，就直接把一旁干净无草的土壤刨下来，直接覆盖掉。由于是希望改善湿黏土壤的问题啊，进行敲碎破除土块时呢，更是别将土壤敲得太碎了。一弄得太碎呢，不久又会全粘在一起啊。团粒结构的土壤除了可以保水，也更透气哈。这对作物的生长会很有帮助了。毕竟植物的根系也是需要氧气的哈，而现在曝晒的时间只有一天，老实说呢，也不容易敲碎了。在上部影片左侧堆放土壤前呢，下方已经先行翻松，此时就可以更为省事了。只要将土壤表面铺平就可以了。而若是先将比较大的土块敲碎，很麻烦哈。偷懒的方式呢，就可以将它拿来镇压边坡了，还有挡土，避免土壤滑落的效果了。这些合并缩减种菜流程的方法呢，可以事先想一下这次种菜所需要的动作，再想一下哪些动作可以合起来一起做了，调整安排一下整个过程的顺序呢，就可以省下一些时间跟精力啊。简单说呢，就是因地制宜的做法。接下来要进行茼蒿的撒种了。由于茼蒿比较耐湿哈，适地而种会比较轻松了。湿黏土壤的改善要变很干哈，菜床得垫高不少了。除非您觉得费力种出来的菜比较有感啦，不然就饶了自己，别逆天行事了。由于茼蒿种子不大，只需要直接撒种后刨一下土壤表面，让种子卡进土壤缝隙就算是完成覆土的动作了。接续尽管土壤湿黏，还是得进行浇水啦，不过水不用多啦，这样土壤的表面呢，跟一开始完全湿黏的状态相比是不是就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可以接受的话，那就继续看下去咯。左侧进行铺平时呢，程序完全相同了，但是一开始改变了工具使用的顺序了，测试一下是否可以更为快速哈。土壤未先使用小耙子刨平敲松了，直接用大耙子将比较大块的土块呢耙到边坡很有阻挡土壤滑落走道的效果省时与否不确定，但刨的数量比较多，费力不少，果然完全符合力学原理省时跟省力只能择一啊。接着用小耙子将边坡土壤敲松可以增加一点种植面积懒得做的话呢，也可以交给蚯蚓处理只是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快转出现麻雀声时呢，就是嘎嘎又出动了
想看狗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好好的看它表现了。之前有人建议种植时要安排狗在旁边这样画面比较生动吸引人说来简单几乎要进入失控了。这狗自己入境后呢，过程真的很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 feel 会这样容忍他的行为，除了是绑不到他之外呢，他的身世其实也蛮可怜的啦。几个月下来，我算是平时他唯一的人类朋友还是幼犬的阶段就经历打胎结扎的过程了，就补偿一下，让他享受一下童年的生活。此块菜地整理好之后呢，本来打算一边观看曝晒效果，一边留作他休息玩乐的狗床但前提是不可以去挖一旁已经撒完茼蒿种子的菜床这算是内心很卑微的要求了。于是先将洗完晒干后的杂草抑制洗回铺这样铺设完，除了潮湿的土壤有了改善湿黏土壤上的杂草与走道也都净化完毕了。故意在菜床上摆上农具看是否有警示的效果不用到隔天离开前惊就又自己上床了。隔日一来，先查看2个重点一个是土壤湿度变化，感觉又干了一些另外呢，就是一旁撒种茼蒿菜床的状况因为有明显踩上去的狗脚印那就只能用自然农法与生物共存了。先将前几天拔下的龙葵种子摆到装水的容器里才进行压碎种子，会比较不粘手搅拌均匀后，抖动泼洒的方式进行撒种个人称之为水播法专门使用在细小又湿的线材种子直接搬到水里进行播种会方便许多不用担心不均匀龙葵进行移植存活率非常高。最后再补上个预告片这是七里香修剪下来的额外用途还有杂草晒干脱土的有效处理办法。谢谢收看。